大家好，欢迎来到奇闻路透社，我是社长。最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确实足球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而象征着足球领域最高荣誉的世界杯也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1994年6月18号到7月17号，第15届世界杯在美国举行。这段时间本应该和往常一样，是所有球迷共聚一堂，共同欣赏这足球盛典的欢乐时刻。但不幸的是，却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惨案，而其中一件至今都尚未侦破。1994年世界杯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届。这两次惨案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1994年世界杯背后的那些惨案。1994年6月18号这一天晚上10点左右，第15届世界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巨人体育场正式拉开幕。此时位于北爱尔兰以南的一间名叫高地酒吧的大厅中，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电视上，因为此时电视上转播的正是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爱尔兰对战意大利。所有人都喝着啤酒为自己国家的球队呐喊欢呼，场面十分欢乐。可是这欢乐的氛围很快就被两位身穿连体服的男人打破了。他们手持自动步枪，戴着头套，突然闯进酒吧。其中一名男子朝着人群连发3枪，另一名男子朝着人群中扔了2颗炸弹，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惊恐。行凶之后，即将歹徒很快就驾车逃离了，而酒吧大厅中一片狼藉，其中6人当场死亡，5人遭受重伤。惨案发生以后，警察也随即赶到了现场，但是由于酒吧中没有安装监控录像，而且行凶歹徒戴着头套，在场的幸存者也无法辨认凶手的真实面貌，所以经过现场勘查，也并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指认凶手的证据。就在警察陷入一筹莫展的时候，也就是本次惨案发生的90分钟以后，当地的一家广播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一个名叫阿尔斯特志愿军的军事组织在电话中声称将对本次事件负责。这个阿尔斯特志愿军到底什么来历？不但当场行凶，还发出公然挑衅。对此我专门上网上查了一下，原来该组织成立于1965年，第一任领导人是来自于北爱尔兰前英国陆军士兵安德鲁·斯宾塞，是当时爱尔兰地区最大的恐怖组织，经常从事一些恐怖袭击和暴力犯罪活动。从1966年首次出现到2007年正式结束，在这40多年的武装运动中，先后策划了1971年麦格克酒吧爆炸案、1974年都灵莫拉汉爆炸案、1975年迈阿密表演乐队杀人案，共计造成上百人死亡。可是奇怪的是，一直以来他们的攻击目标主要是爱尔兰共和军，可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对无辜的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呢？这背后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就在案发后的第二天早上10点04分，警方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一位案发地附近的农民在电话中称，他在离高地酒吧12公里外的田野里发现了一辆被人遗弃的车辆。接到报警电话后，警察随即赶到了现场，发现这辆车正是那2名持枪歹徒逃跑后遗弃的，但警方并没有让法医对车辆周围进行检测，而是直接将这辆车带回了警局。几日后，警方又再一次接到了一位工人的报警电话，他说在离发现汽车不远的一座桥下发现了本次案件的重要证据。于是警方很快再一次来到现场，现场发现了凶手遗弃的手提包，里面装着3件连体衣、3副手套、3支手枪以及一些子弹和弹夹。随后警方对周围展开了搜查，在离桥不远的一处草丛里面发现了歹徒使用了自动步枪。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辆车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转手了3次，更换了4位车主。但是由于当时车辆变更登记流程复杂，所以现在登记的依然是第1位车主的名字。但奇怪的是，就在发现这辆车的当天早上9点30分，也就是警方接到农民报警电话的34分钟前，一名警员就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让他前往这位车主的家里调查。可是当警员来到这位车主的家里时，发现早已是人去楼空。而且在中午11点半左右，一位对本次案件毫不知情的警员竟然突然联系上了第2位车主，让他前往警察局协助警方调查。目前看来，
这里面存在很多疑点。首先，两名歹徒作为恐怖组织成员，在行凶之后不可能不销毁车辆这样重要的犯罪证据。其次，那名警员提前就已经接到了调查车主的命令，说明警方很可能在发现车辆前就已经知道了车辆的信息。最可疑的是，那位对本次案件毫不知情的警员又是如何知道这辆车流经第二位车主的呢？甚至在案发后的几个月内，警方一共抓获了9名嫌疑人，但是无一例外的都只是经过了简单的询问就无罪释放了，而且并没有采集这9名嫌疑人的指纹或者 DNA 与车辆上残留的 DNA 进行对比。后来在一次警方和遇难者家属的见面会上，警方表示，因为这辆车放在警察局占用的空间太大，所以已经将它交给一家废金属回收公司做回收处理。本次案件中最重要的犯罪证据也被销毁了。爱尔兰警方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受害者家属的极度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警察与黑恶势力的勾结，因此6名受害者家属开始联合向北爱尔兰警察监察员埃尔哈金森提出申诉，但是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份令人出乎意料的声明。声明中说，本次案件中证据被销毁只是由于失误造成的，办案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合理的方式，但是这并不能作为警察腐败和串通黑恶势力的证据。这份声明受到了所有人的谴责，很快哈金森就被迫离职了。他的继任者向受害者家属承诺，警方将不遗余力地抓捕凶手。但是这20多年过去了，本次案件的真相依旧还是一个谜团。1994年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2场比赛，由哥伦比亚对战东道主美国。上半场第34分钟，在双方0比0战平的情况下，当时美国队的中场约翰哈克斯从禁区内左路传中，哥伦比亚后卫安德烈埃斯科巴极力扑抢，想要破坏这次中传，但是无意中将球踢进了自己球队球门中，帮助美国队以1比0的比分取得领先。最终美国队以2比1的比分赢得比赛，而哥伦比亚队也因此被遗憾淘汰，离开了本次世界杯的舞台。这一颗进球也成为了目前为止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乌龙球，同样这也是最致命的一颗进球，因为10天后这一次乌龙球的主角安德烈埃斯巴克就被人谋杀了。埃斯巴克1967年出生于麦德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达里奥埃斯科瓦尔是一位银行家，同样他也是一位资深的足球爱好者。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踢足球的机会，他自己创立了一个足球组织，所以小埃斯巴克比其他孩子更加幸运，从小便开始接触足球，而且展现出了很高的足球天赋，所以后来很顺利地进入了哥伦比亚国家队，而且成为了当时鼎盛时期哥伦比亚队的绝对核心。在埃斯巴克的带领下，哥伦比亚队在南美预选赛中以5比0的大比分成功击败强敌阿根廷，锁定了1994年世界杯的入场券。在6场预选赛中一共只丢了2个球，就是这样一支站在哥伦比亚世界之巅的巅峰球队，让所有哥伦比亚球迷坚信，在世界杯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真的可以说是受到了万众瞩目。但是期待越高，往往失望越大。在首战对阵罗马尼亚的比赛中，由于队中很多球员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经验不足，导致首战遗憾落败。小组赛第2场将迎战本次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前30分钟双方有来有回，场面一度焦灼，但上半场第34分钟，在双方比分依旧是0比0战平的情况下，当时美国队的中场约翰哈克斯从禁区左路传中，哥伦比亚后卫埃斯巴科极力扑抢，想要破坏这次中传，但无意中将球踢进了自己球队的球门中，帮助美国队以1比0的比分领先，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尽管下半场哥伦比亚队拼尽全力追赶，但是最终还是以1比2输掉了比赛。哥伦比亚队也因为连输2场，小组内比分垫底，遗憾告别了本次世界杯的舞台。埃斯巴克也因为本次致命的失误，成为了哥伦比亚所有人抨击的对象。很多球迷将输球的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对他展开公开的嘲讽和辱骂。这也让这位曾经的足球绅士一度患上了抑郁。1994年7月1号晚上，也就是哥伦比亚队被淘汰的5天后，埃斯巴科和他的朋友在一间夜总会里遭到了一群球迷的辱骂。这些球迷朝他大喊叛徒，
埃斯帕克并没有理会，而是离开夜总会到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但是这些球迷还是不依不饶，跟随他来到停车场，并且上了他的车。忍无可忍的埃斯巴克与对方发生了争论，因此激怒了对方。其中2个人拿出了手枪，朝他连开6枪。随后这群人便开着一辆皮卡车离开了。埃斯巴克也因为失血过多不治身亡。据后来报道称，凶手每开1枪就大喊一句进球。警方推测，本次枪击事件很可能是因为世界杯中投注了哥伦比亚球队，却因为本次乌龙事件哥伦比亚球队被意外淘汰而损失惨重的赌徒的报复行为。果然，经过警方的侦查，一位名叫穆尼奥斯的男子在几天后被捕。他承认本次作案的动机正是由于自己输了很多赌注。1996年5月6号，穆尼奥斯因谋杀罪被判处43年监禁，不过因为服役期间表现良好，只服役了11年就出狱了。但是埃斯巴克这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却永远的离开了。据说后来在他的葬礼上，超过10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而这一次没有嘲讽和辱骂，只有鲜花。哥伦比亚国家队主教练马图拉拉曾这样说的：我们的社会认为是足球杀死了安德烈森，不，安德烈森是一位被社会杀死的足球运动员。确实，对于球迷来说，热情的享受比赛很重要，但永远不要忘记，这只是一场比赛。任何一项纯粹的体育运动都不应该容忍暴力，而足球应该通过和平和热爱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今年世界杯，各位看好哪支球队呢？我们评论区见。